乌克兰夏季反攻开始了。之前我们聊过，乌军在奥列克桑德里夫卡方向收复126平方公里领土。对于这件事，有人说乌军夏季反攻开始了，乌克兰的北约旅正在后方积蓄力量，准备给俄军来一次大的。有一说一，这种战报听起来确实很爽。作为一直支持乌克兰的博主，火力军很希望乌军明天就把红场给扬了。但打仗不是写爽文，事实或许并不是像大家想的那样。那么乌军的反击到底是什么？北约旅又去哪儿了？乌克兰现在究竟有多少兵力？社交媒体上吹的什么扎波罗热战略轴线全面开花，稍微有些夸大。这轮反击的实际发生地发生在奥列克桑德里夫卡战线，位于顿涅茨克、扎波罗热还有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这3个州的交界地带。在这打的原因很简单，在2025年秋天到2026年初的时候，这里爆发过一场胡里埃伯勒战役。当时俄军强行越过顿涅茨克边界，往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推进，啃下了杰尔诺维、索斯尼夫卡这些村子，甚至一度控制了胡里埃伯勒的大部分城区。俄罗斯的目的就是把战火烧到乌克兰大后方，制造恐慌。所以2026年7月中旬，乌军发起的这波攻势不算战略级夏季大反攻的第一波突破，只能说是把俄军的残兵败将彻底从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的边界上一脚踹出去，重新构建防御阵地。结果相当成功，俄罗斯在这里的防线被直接捅穿，乌军不仅扭转了战术上的被动局面，还把俄军的后勤大动脉给掐断了。在这场局部反击中，乌方投入了第485斯凯利亚独立突击团，还有空降突击军的相关旅级单位，外围还有第37海军陆战旅和第79空中突击旅在打辅助。俄罗斯那边挨揍的则是俄军第120海军步兵师以及第68军团所属的部队。最惨的是俄军第656摩托化步兵团，乌军直接杀到了特里米夫卡，把这个团的集结地给一锅端了。整个关键的后勤通道现在全部暴露在乌军的炮火射程之内。不过聊到反攻，火力军又有一个问题，北约旅去哪儿了？就像开头聊的那样，火力军看到不少博主说乌军现在的战术为防守反击，前线的士兵大多为新兵，北约旅这种精锐部队都在后方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给俄军一记重拳。这个说法在火力军看来只能是部分正确。就部署情况来看，在2024到2026年，乌克兰的北约旅并没有被闲置，反而成了乌军手里的战术消防队，哪里有火他们就往哪里填。就比如第82空降突击旅，绰号布克维纳，这支部队手里的武器属于北约顶配，英国的挑战者2坦克，德国的黄鼠狼步兵战车，美国的史崔克装甲车和 M119 榴弹炮。在2023年打完罗伯基涅战役后，经历了一系列的整补与重新部署。2024年5月，俄罗斯在哈尔科夫北部发起边界攻势，企图开辟新战线。第82旅临危受命，直接被空投到沃夫昌斯克防线。面对俄罗斯的人海战术，第82旅利用史崔克的高机动性以及黄鼠狼步兵战车的强大火力，把俄军的纵深穿透给遏制住了。到了2024年8月，这帮人又摇身一变，成了突袭俄罗斯本土库尔斯克州的先锋。短短1周时间，第82旅的小组协同和机动作战能力发挥到了极致，在俄罗斯的领土上直接向纵深推进了28公里，把俄罗斯的边防军打得找不着北，整个世界都看傻了。紧接着2025年1月到5月，他们又在库尔斯克前线跟俄军进行了残酷的拉锯战。打完这一场，5月份又被轮换到局势极度紧张的顿巴斯前线。就这种使用频率，你跟我说他们躲在后方。经过2025年4月到2026年的整编，第82旅现在已经脱胎换骨，成为了新组建的乌克兰空降突击军第8空降兵团的骨干。到了2026年3月14日，泽连斯基还给他们颁发了勇敢与英勇奖章。再看看另一支神秘部队，第47机械化旅，绰号马古拉，手里捏着 M111埃布拉姆斯坦克、M2A2布雷德利步兵战车，还有帕拉丁自行火炮。在整个2023年，他们就是乌军的装甲矛头，战术使用频率和装备损耗冠绝全军。2024年上半年，第47机械化旅被扔到了阿夫迪夫卡到红军村一线，掩护主力撤退，阻击俄军的装甲洪流。第47旅的布雷德利战车在满是泥泞和弹坑的废墟里，用25毫米机关炮把俄罗斯的装甲车扫成了筛子，硬是扛着巨大的压力完成了核心断后的任务。2024年9月底，经过短暂休整的第47旅整旅跨越国境，机动到了俄罗斯库尔斯克州参与进攻。到了2025年初，又跟第82旅在库尔斯克区域打防御战。最让火力军感慨的是，到了2025年9月，这支饱经沧桑的铁血部队迎来了他们的新旅长马克西姆·丹尼尔丘克。各位知道他多大吗？26岁。
一个26岁的年轻人统领着全乌克兰最精锐的装甲旅。他上任后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全面推行基于无人机协同的新一代分布式装甲战术。现在的47旅已经归属于乌军第9军团，作为装甲高机动战术群，专门执行防御反击的致命一击。聊到这儿，大家可能会发现一个问题：以前咱们总能听到第几旅、第几旅，现在为什么很少听到这些单一的番号了？不是因为他们不行了，而是乌克兰的军事指挥体系在2025到2026年完成了一次调整，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很少见到北约旅的原因。2023年乌军反攻吃亏，就吃亏在编制上。当时乌军的思维是把几个北约旅当成战略预备队孤立起来使用，打起仗来就是单兵种、单轴线去硬冲俄军的防线，结果在斯洛维金防线面前撞得头破血流。现在的乌军抛弃了这种添油战术，他们把这些经过血战的北约旅当成了种子单位，直接融入到了更大规模的军团建制里。以前是旅长带着几千人单打独斗，现在是军团长统一指挥几万人。这种编制改革的目的就是把北约旅的技术和装备优势转化为整个区域防御与局部反击的体系化能力。在军事上，这叫合成化降维打击。当然，战况这东西我们要实事求是，不能报喜不报忧。社交媒体上说的乌军前线的士兵大多是新兵，火力军也不反驳。乌军在兵力调配和新兵训练上确实面临着战术妥协与体制改革并存的问题，在部分地区存在新兵比例偏高的现象。这也没办法，乌俄战争打到现在已经是第5年，这种高强度的消耗战都是拿人命在填呀。老兵伤亡惨重，新征召的兵员只能被快速送进训练中心，在战时极限状态下，原本需要大半年的基础军事训练被硬生生压缩到3个月，结果就是伤亡率较高。这不仅发生在中下层部队，连精锐单位也逃不过这种危机。就拿这次反击中表现超神的第425斯凯利亚突击团来说，这个团底子非常好，从最初的一个志愿情报营，硬是打成了拥有13000人规模的大型合成编制。但在2026年上半年，这个团也爆出了问题。司法调查显示，在短短半年内，这个团至少有26名新兵在训练中心或者入伍不到几个星期内就离奇死亡或者战死。这件事在乌克兰国内引发了极其严重的舆论，大家纷纷指责指挥官粗暴对待动员兵，训练程序严重违规。结果就是2026年6月26日，该团的指挥官尤里·哈尔卡维直接被停职接受调查。就这件事来看，即使是乌军最顶级的精锐单位，现在也面临着补充兵员素质严重下滑、训练机制彻底过载的绝境。打仗终究是打人命，这是乌克兰为了保家卫国不得不咽下的苦果。不过到2026年，这已经有办法解决了。步兵不够用，新兵又没经验，那就用高度去中心化的无人机防守战术。2025年到2026年，乌军的防守理念巨变，前线单位接到死命令，除非俄罗斯冲到了脸上，否则尽量避免跟俄军步兵进行直接的轻武器交火，拼刺刀不存在的。取而代之的是铺天盖地的无人机网络。乌军在战线后方部署了专门的建制内无人机公司或者营级无人机小队，漫天都是 FPV 无人机，还有自主制导的炸弹。只要俄罗斯动员兵敢靠近阵地，等待他们的就是精确打击。这种战术简直是神来之笔。当然，那些刚上战场两腿发抖的新兵，只需要躲在严密构筑的防御工事里守好阵地，剩下的工作全交给后方的无人机控制员。这不仅极大降低了新兵的伤亡，还让整条战线变得异常稳固。俄军士兵却连乌军的面都见不到。靠无人机稳住防线之后，乌军才有精力去筹备局部反击。这得归功于2026年初启动的重大军事结构改革，也就是咱们前面提到的军团制转型。乌克兰国家安全与防卫委员会直接排版通过了转型计划。以前是最高统帅部越级去微操一个旅，甚至一个团，打得乱七八糟。现在全乌克兰100多个分散的旅和团被强行合并成了大约20个常设军团，这是一个质的飞跃。军团指挥官直接接管30到150公里的防区，防区内的防御、训练、兵力轮换，军团长一个人说了算，再没有临时瞎指挥的迫使。最关键的是有序轮换机制。截至2026年7月中旬，陆军总司令瑟尔斯基推行的前线轮换命令执行率已经达到了惊人的 72%。这意味着前线的精锐主力可以成建制的退到后方去喘口气，进行休整和补给，这让积蓄反攻力量的过程变成了一个精密运转的机器，而不是以前那种被打残了才撤退的溃败。所谓后方积蓄主力，不是把老兵藏起来看戏，而是一个动态的战役学过程。乌克兰在后方疯狂训练新的预备队，同时给前线老兵进行轮换，目的就是局部建立绝对的兵力和火力优势，然后像这次奥列克桑德里夫卡战线一样，发动精确的定向反击，打乱俄罗斯的进攻节奏。既然乌克兰战术升级了，兵力也轮换了，但这并不是意味着几十万大军明天就能冲到莫斯科赢得战争。
那么乌克兰现在还有多少兵？根据国际战略研究所2026年的最新评估，再结合乌克兰征兵体制改革的数据，乌克兰武装力量的现役总人数大约在90万人左右。这听起来很吓人，但这包括了空军、海军、后勤和领土防卫军。真正在一线拿枪跟俄罗斯死磕的陆军和地面战斗人员大约是67.7万人。值得一提的是，乌军现在把无人系统部队独立成了一个军种，大概有2万人，这绝对是战争的降维打击力量。后备力量方面，2026年新组建的骨干预备役，也就是第50、55、76和167机械化旅，大概凑了2到3万人。整个国家战时潜在的总预备役池子，也就是完成登记的25到60岁男性，大概有400万人。看起来家底还算厚实，但战损和流失也要算。根据美欧情报评估，截至2026年初，乌军累计阵亡和重伤的人数，保守估计在25万到30万之间，有些智库甚至估算到了50万以上。除了伤亡，还有个更棘手的问题——逃亡。由于战争看不到尽头，乌克兰国防部内部统计，涉嫌规避征召或者登记为逃逸兵役的人数真不算少。面对这种兵源危机，乌克兰政府搞出了双轨制动员改革，一方面释放年龄红利，把征兵年龄下限从27岁降到了25岁，硬生生挤出了大概15万年轻劳动力，并且把基础军事训练压缩到3个月，让适龄青年被动员前就能掌握点战术素养。另一方面砸钱，乌军推出了10到24个月的短期前线合同，你要是敢在一线战壕里跟俄罗斯玩命，月薪直接给你拉到30万格里夫纳，折合下来差不多6000欧元。而且合同期满，绝对保证给你6个月的免疫休整期，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这一招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民众对一去不复返的终身服役恐惧。顺带一提，打到现在，火力军猜测，像之前那种成建制的大规模反攻，应该不会在乌军这边出现了，更多的是局部反攻。拥有67.7万地面部队，拿着高薪，换装了北约武器，为什么乌克兰还是不能打出2023年那种大反攻？原因很简单，地缘政治和战略约束。第一点，防线太长了，兵力被严重稀释。乌克兰现在面对的活跃接触线长达1200多公里。为了防止俄军在红军村和斯拉维扬斯克这些要命的地方取得突破，乌军绝大部分的现役旅必须像钉子一样钉在防线上，执行静态防御，根本抽调不出来。第二点，北方始终悬着一把剑。陆军总司令瑟尔斯基心里很清楚，俄罗斯虽然在南线挨揍，但他们极有可能从北部的布良斯克州向乌克兰的切尔尼戈夫州发起新的攻势，就是要通过拉长战线，彻底耗干乌克兰战略预备队。为了防备北方，乌克兰被迫在2026年7月成立了第76机械化旅等新部队，优先填到了北部边境。这直接导致原本可以用于南部大反攻的兵力被生生分流了一大块。所以算到底，在扣除掉防守、警戒、保后勤和轮换休整人数后，乌军在特定方向上能够临时集结起来，形成装甲矛头的机动兵力上限，满打满算也就只有8万到10万人左右。这8到10万人只能通过新重组的第8空降兵团这种精锐军团来进行统一调度，绝不可能再去搞什么全线出击的战术。就火力军来说，7月中旬在第聂伯罗比勒罗夫斯克州边界打出的这场反击是一次漂亮、高效、准备极其充分的战术反击，但它绝不是一场全面铺开的战略级大反攻。乌克兰现在的军事高层没有在后方盲目囤积精锐准备作哈，而是通过推行军团化改革和无人机战术，把北约精锐旅的战术优势转化成了战略防御和局部反击能力。但是受制于绵延1200公里的防线压力，以及俄罗斯在北部边境时刻保持的牵制性威胁，乌克兰的战略反击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会再有2023年那种大规模的单轴线装甲强攻，取而代之的将是在俄军防御薄弱处实施精准局部切除的蚕食战术，找准俄罗斯的软肋，一刀致命，让俄罗斯在不断的放血中彻底耗尽最后的帝国迷梦。战争依然残酷，乌克兰的抗争依然艰难，但这场卫国战争的最终走向一定不会让支持正义的人们失望。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对于乌军现在的战术转型，大家有什么看法？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大家一起讨论。最后别忘了点赞关注，我是火力军，咱们下期见。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打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
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